承受是痛苦的，可是要实现你自己的梦想，到底要承受什么常人承受不了的痛苦呢？如果你想要实现你自己的梦想，必须看完今天的故事。一位年轻人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海上油田钻井队，中方与日方合资合作，主管是一位日本人。在海上工作的第一天，领班要求他在限定的时间内登上几十米高的钻井架，把一个包装好漂亮盒子送到最顶层的主管。他抱着盒子一溜小跑，快步登上那高高的狭窄的舷梯。当他气喘如如，满头是汗登上顶层，把盒子交给主管，主管只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让他再送回去。他又快跑下舷梯，把盒子交给领班，领班也同样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让他再送给主管。他看了看领班，稍犹豫了一下，又转身登上舷梯。当他第二次登上顶层，把盒子交给主管时，浑身是汗，两腿发颤。主管和上次一样，在盒子上签下他的名字，让他把盒子再送回去。他擦擦脸上的汗水，转身走向舷梯，把盒子送下来。领班签完字，让他再送上去。他有些愤怒了，他看看领班平静的脸，尽力忍住不发作。他擦了擦满脸的汗水，抬头看了那刚刚走下的舷梯，抱起盒子，艰难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爬。当他上到是最顶层时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他第三次把盒子递给主管，主管看住他，傲慢地说：“把盒子打开。”他撕开外面的包装纸，打开盒子，里面是2个玻璃罐，一罐咖啡，一罐咖啡伴侣。他愤怒地抬起头，双眼喷着怒火，射向主管。这位傲慢的主管又对他说：“把咖啡冲上。”这位年轻人再也忍不住了，叭的一下把盒子扔在地上。我不干了。管！他看看倒在地上的盒子，感到心里痛快了许多，刚才的愤怒释放了出来。这时，这位傲慢的主管站起身来，直视他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不过，看在你上来3次的份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刚才让你做的这些，叫做承受极限训练。因为我们在海上作业，随时会遇到危险，就要求队员身上一定要有极强的承受力，承受各种危险的考验，才能成功的完成海上作业任务。可惜前面3次你都通过了，只差最后一点点，你没有喝到你冲的甜咖啡。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承受是痛苦的，它压抑了人性本能的快乐，但是成功往往就是在你承受常人承受不了的痛苦之后，才会在某个方面有所突破，实现最初的梦想。可惜许多时候我们只差一点点，为了一时痛快而没有喝到我们冲的甜咖啡。如果您喜欢这类型的故事，请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感谢大家。